是獨裁的話，能夠上網發文嗎？由此可證，民進黨絕對不是獨裁。你認為台灣是獨裁，根本就不用討論什麼獨有。年底選舉，偷換概念，說，我今天拿一把刀，捅你，這不是殺人，他還沒死。我覺得這種洗地法，連民進黨自己都不會用。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根本應該被唾棄的政黨，我只是很後悔去年沒有去投，我覺得不是任的立委，應該投那一票的。有網友在那邊 Q 啊，說黃暐瀚講台灣不是獨裁，還在講這個哦。親愛的朋友，我告訴你，你說台灣獨裁可不可以？如果你認為台灣是獨裁，那麼跟我的想法不一樣。你認為台灣是獨裁 ？Go ahead。台灣如果是獨裁，我們根本就不用討論什麼獨有。年底選舉，而在這個2026年的時候，居然會出現反獨裁、反綠共這樣子很可笑的 slogan， 而且呢還被藍營的支持者普遍接受。我認為台灣不是獨裁，這個想法不會改變。他今天是主動的挑起1年前的大罷免，去年大罷免那個結果32-0，是你黃暐瀚多投一票就能夠逆轉乾坤的嗎？結論是鐵般的事實。更奇怪，為什麼你是在1年後的今天主動挑這個話題？你說哦，你好後悔，你去年沒有去投票，國民黨應該被唾棄。他又再重複了賴清德非獨裁論。賴清德如果是獨裁的話，你們現在還能投票嗎？由此可證，民進黨絕對不是獨裁。你有沒有注意到他在偷換概念？就好像說，我今天拿一把刀，捅你，這不是殺人，他還沒死。你現在還能夠發文，還能夠開直播罵民進黨，所以可見民進黨不是獨裁，這完全是兩回事。民進黨有沒有用司法追殺不同意見者？民進黨有沒有封殺網絡上的一些留言？民進黨有沒有派警察、派調查局去你家敲門查水表？都有嗎？是不是他意圖獨裁，獨裁進行式？就黃暐瀚這個論調是反覆的講，他很喜歡用這一點去講說民進黨沒有獨裁，民進黨沒有獨裁。我覺得這種洗地法，連民進黨自己都不會用，就只有他在用。一般民進黨是直接避談這一題，就只有黄暐瀚，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那麼的堅持他的這一套民進黨非獨裁的護航法。那可能他最近對這件事情真的是很得意。他從日本銷假回來上班，他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演1年之前的民進黨非獨裁論來洗地。行政院他可以獨自的決定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自己認為毀憲亂政就不附屬不執行，公開的來嗆聲，在政治學當中就叫做委任的專制獨裁。台灣如果現在這個樣子，可能會被分類在非完全的自由民主政體。立法院所多數通過的事情被行政院給否決了，而且要用大罷免來壓制在野黨，這其實就是非完全民主自由的政體形式，在往專制上面來邁進，步入專制的過程。我們當然就要反對，當然就要阻止。你不能跟我講說還沒到最終那一步，所以不反對。這就跟先前新北市議員在強調說吃本片皮還沒有人因此而致癌啊，還沒有人立刻口吐白沫啊，又沒有人立刻死，你在急什麼？我們目前民主正在倒退當中，這個過程難道我都不能有反應嗎？都已經獨裁了，你才要再去監督，那個也不能叫監督了，那唯一之途只有革命，不然就是順從。他的意見其實現在就只是個很普通的綠營名嘴。黃暐瀚過去口口聲聲漢學的最大的經典就是不投票，堅定不投票，任何狀態下不投票，即便他在當馬暐瀚的時候他也沒投票。覺得綠媒都還不到半年吧，就這麼一點時間而已，突然之間後悔不投票了。10幾年的人設是不投票，可以在一夕之間突然要投票，在這裡翻牌，而且翻的有一點沒什麼價值。這個時間點為什麼打這一張牌很奇怪，就是對你來說是一個蠻大的代價。那你如果要付出代價，你一定要換到什麼吧？但是沒有。那這個，然後在直播上講，他只會被當一個笑話，一點用都沒有。最近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可能戳到他的點，引起了過去1年前那個記憶，他主動的把那一段摳回，我就有一點印象。对，我們現在要問就是，那他看到了什麼，才產生這個心理創傷的反應？這段時間也沒什麼可以氣的啊。藍營話事人蔣萬安第一個宣布要上凱道，第一個提出要搞革。今天上節目倒戈之後，接着閣揆都綁賴總統想好叫陳其邁。過去1個月，蔣萬安聲量暴漲，不管行動話題都有他先發動。在他提出之後的各大咖黨中都不在或不敢再直接表達反對意見。去年倒戈，今年被今日黨主席婉轉表達不宜，但現在不同了。蔣萬安說什麼是什麼。倒戈記錄線說可以討論，黨中央只說無特定立場，連民眾黨都回應審慎評估，唯獨只有侯友宜講把工作做好比較實在，雖未支持也不算反對。
此刻蔣萬安滿意度、支持度、2028期待度都超過其他藍營所有選項，實質的意見領袖是藍營共主，是藍營畫事的。明顯就是又要踩一捧一嘛，挑撥離間嘛。新招是抓到一個蔣萬安，蔣萬安現在很有話語權，所以真正藍營的話事人叫蔣萬安，不是你鄭麗文，鄭麗文最好墊墊自己的分量。我就覺得這種就蠻奇怪的。倒閣這一題，熱度其實蠻高的，因為在藍營內部啊，本人沒有支持這個話題，大幾率還是2026年選舉、2028年選舉就順順的走。不管是支持倒閣或反對倒閣的，可能不太一樣。我看中的是一個叫政治的穩定度，倒閣的不可控風險太高了。從卓榮泰開始就是拒絕這個附屬法案啊什麼的，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很多一波這個倒閣的聲音嘛，就是民進黨就說有種你們倒閣啊，國民黨當然罵卓榮泰罵，可是他說真的也沒有必要去倒閣。我們後來修憲之後，把閣揆同意權拿掉了，立法院對行政院長說真的沒有什麼拘束權，你就算倒閣，院長換一個免洗的就好，但是立法院卻可以解散重選。那尤其是藍委、國民黨的立委都度過了大罷免，他們現在都有金聲護體，現在全部都倒閣，立法院解散重選，這個金聲護體防護罩就被拿掉了。年底的地方選舉就剩幾個月，盧秀燕好像有算過那個時程嘛，如果迅速國會通過倒閣案，有望併地方大選，以後的立委選舉等於是會跟總統選舉錯開，好像有點變相是那種期中選舉的期中考啦。但是這個都是一個政治學上的假設情境，實務上你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倒閣、解散、重選，政治成本太高了，風險也太高了。我是基於政治穩定度的觀點，我認為倒閣這件事情大幾率是走不太下去，就是大家可以討論，但是我認為實務上是走不下去的。我覺得它已經變成一個話題工具，就我看這種媒體的見縫插針，誰的聲量比較大啊，誰的話語權就比較高啊，誰的話語權就比較低，他就要去挑撥講盧鄭啊，或者說其他大咖都是跟鄭麗文主席不合，那你為什麼不點張善政？張善政也是國民黨籍的6都市長，大咖，人家是前行政院長，現任這個6都市長，最後要扯藍營共主、藍營話事的，講話案。好，如果你只是純粹為了要吸引流量，好，那我覺得好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名嘴的工作就是這樣子吧。我們怕的就是有一些人是別有用心啊，那黃暐瀚這種就是已經是司馬昭之心的了，因為覺得我太成功了。第一個綠營錯亂陣腳嘛，第二個事實上韓盧蔣鄭四天王說法就出來，鄭麗文是在這一場證明了他工作能力嘛，二話不說去解定存。好，那接下來大家就看嘛。現在26講的連任不是問題，盧沒有連任問題，盧準備要往大位走。那韓看起來，我認為啦，據我了解，目前韓院長應該是不會再選，但是他一定會坐鎮立法院，因為院長的這個工作還是挺重要的。國民黨內現在也很難找出第二個等級的院長，所以當然就會去聚焦嘛。那到底28是誰？明顯的是26目前整個形勢對民進黨是非常不利，如有事情又出來之後又燒了更多，所以一定會來操作自己互動嘛。那是最好瓦解你們藍營的一個方式。藍營話事人蔣萬安，那為什麼要用藍營話事人蔣萬安？因為蔣萬安真正頭銜是台北市長。國民黨對比民進黨有一個特色，國民黨更重視黨型。過去來說啦，大佬政治嘛，黨主席看起來可能他沒有什麼公職，但他結構上他比較有高度嘛。其實國民黨經過民主轉型之後，他慢慢的他必須要貼近到台灣現行的狀況，就是一個政黨的平化，什麼東西高，什麼東西低，決定的是選民的聲望，不是呢黨職到底在哪裡。所以他透過這樣的思考邏輯，就說，哎呀，宣布上凱道第一個提出倒閣，然後接連之後提出倒閣，幫賴總統想好叫陳其邁。有人也不爽，說你現在給我提倒閣，還給我講陳其邁。很明顯，綠營也有人看破蔣萬安的招式，就是去亂領民進黨嘛。我現在給你提個陳其邁，也是讓民進黨內部提前內鬥，因為閣揆位置很香。那卓榮泰現在撞得很爛，那民進黨內部確實有些想把卓榮泰換掉，卓榮泰又跟賴清德特殊關係，但一定要有一個夠強力的起來。所以這個時機點肯定不是在現在，一定是2026大敗之後要換。如果真大敗，就非換不可嘛。你不換，你是沒有辦法繼續延續這個執政的。政治還是有些慣例，然後喊出倒閣態勢。我們先姑且不論倒閣可不可以討論的，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但內容在，但是至少它的混亂效果是顯著的。就綠營裡面開始就出現各種潛流嘛，很明顯就是卓榮泰絕對活不過2026。那過去1個月呢，講到蔣萬安聲量爆表等等等等，那現在不同，蔣萬安說什麼就是什麼，到這種程度嗎？其實沒有。國民黨還是一個民主的政黨，基本上還有民眾黨，所以不是蔣萬安說什麼是什麼，倒閣也沒有到蔣萬安一說大家都同意吧。講直白了，我在第一時間我就說我反對啊。政治可以有宏大目標，中長程期遠程目標，但是精算3步之外皆黑暗，你算不了的，因為人心的變動性太大了，你怎麼算？然後28國民黨內的焦慮就是盧秀燕會不會不夠強，所以需要一個更強烈的存在。但是鄭麗文會不會政治根底太淺？韓國瑜如果下來當然最好，但韓國瑜願意下來嗎？韓國瑜家人能支持嗎？那蔣萬安現在出去，看起來不錯，有這個型，但蔣萬安有沒有落跑市長的問題？
刻意不去提鄭麗文，過去動不動就修理鄭麗文啊，所以這次孤影其名，只剩黨中央3個字。那講直白的，對黨中央來講，如果真要倒閣，黨中央會虧嗎？黨中央賺爆啊！你16席的不分區，全部鄭麗文決定，有沒有搞清楚啊？如果你真的解散倒閣的話，民眾黨的8席可能會往下掉，那國民黨又多個幾席，所以有沒有這個空間？所以他其實就在擾動藍白聯盟，也在攪動國民黨內部，隱隱而然，大家看到了26年、28年，然後也在反制楊安提出來的陳其邁說，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有政治目的的一個內容。对不起，應該在國民黨跟民眾黨藍白要求卓榮泰道歉之前先道歉，要求下台之前先下台，直衝兩了哈。而且那卓榮泰要下台，真正跟國人道歉，積極處理，當然包含下架，應該第一時間要下架很快了。事情都已經做完了，那我們走在路上說我們要反綠共，反綠共，每一個人上來都是罵賴清德、罵卓榮泰，你罵廠商的程度有沒有高於賴清德？這我是要跟藍營講的，藍營應該要指責廠商遠遠高於沒有明確證據有勾結收賄的官員。如果沒有的話，你如何打動中間選民？中間選民不會不知道這個油是中聯油脂下面福壽、福茂跟泰山搞出來的，後面還有南橋，對不對？結果你上街頭以後就在罵賴清德、卓榮泰，那賴清德、卓榮泰讓這件事情發生，或是他縱容，甚至是他指使的證據在哪裡？怎麼看都是廠商最該負責。可是藍綠相互指責，最兇、批評最多的對象都不是廠商，都是藍罵綠，綠罵藍，那怎麼會對？今年的選舉因為是一方首長的選舉，選總統的時候，兩岸國防外交我覺得很重要。所以以國民黨過去這半年的國防特別條例，這個都不用想了。我跟大家講，以前不投票的嘛，以國民黨的半年以來的國防特別條例的表現，一票都變兇了哈。以前都不投票嘛，以後我說我要投票吧，是我覺得完全無法托付，根本應該被唾棄的政黨，國防的表現是這次的選舉，是縣市長選舉，是民生經濟議題比較重要的選舉。他完全是站在綠營的角度在教導綠營，後面乍看是那我也教導一下藍營。他所謂的教導藍營是在罵藍營，都沒有罵廠商。他怎麼沒有在一開始反過來說，那民進黨怎麼都不罵廠商呢？而且他所謂建議綠營的方式，卓榮泰要道歉，那這不就是國民黨的做法嗎？就是要卓榮泰道歉啊！國民黨聽了你的建議，國民黨就是依照你的要求去做，要卓榮泰道歉，那你覺得國民黨做不好？好奇怪。然後你要求國民黨做的罵廠商，民進黨也沒做，然後你也不指責民進黨，這個有公立客觀嗎？講話的方式就是在以綠營的角度去出謀劃策，看似在幫助藍營的角度，但實際上卻是在批評跟謾罵。建議綠營的方式，綠營會不會採納？當然不會啊！怎麼樣能夠拿到更多的選票？綠營比誰都精。這一次卓榮泰死活不道歉，就因為看到馬英九道歉，然後導致江山大敗。馬英九道歉，藍的都覺得國民黨做錯了，那你選舉不就輸了嗎？所以像現在綠的死不道歉，綠的就永遠覺得自己是正確的。所以至少有一批死忠捍衛隊，藍的會罵我啊，無所謂；中間選民罵我無所謂，但至少死忠這塊我要挺住嘛。如果依照暐瀚哥的講法，都不是卓榮泰的錯，但卓榮泰願意主動道歉，大家就會給卓榮泰掌聲。他當年有給蔣義化掌聲嗎？沒有啊。因為在野黨是嗜血，因為中間選民是會被帶風向，前提還真的是因為在野黨是國民黨，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在野黨，你執政黨都道歉了，你執政黨都主動願意下台了，那我當然就不罵你。如果在野黨是民進黨，我走嘛，然後你道歉，你承認你錯了哦，对，你錯了，繼續罵啊。那國民黨的人可不可以多罵一點廠商？我整天罵廠商，能幹嘛？那不就是罵人大賽？我立委質詢跟監督對象本來就是政府啊，我今天不能把廠商叫過來罵，所以今天在罵說，為什麼中聯可以去參加？那我當然就又罵廠商又罵政府。這才是立委的職責。我又不是天天開一個罵人大賽，然後說我就天天把這個3家公司的名字拿來罵一罵，那有屁用？他說要在藍白開始罵院長之前，就要先道歉。用膝蓋想一下，這有可能嗎？還沒有人批評你的時候，搶在野黨之前，我就先道歉認錯且下台。民進黨是一個不會道歉認錯的黨，可是就算今天不是民進黨，哪怕是當年國民黨執政，在野黨還沒有批評之前，突然行政院長就說：“各位啊，我們查到了一個案子啊，我們現在發現這個食品安全有問題啊，所以我現在就請辭院長了，各位再見了。”怎麼可能？這是一個完全的事後諸葛，這個邏輯就代表，那你就是沒有要好好做事情。第一時間，卓榮泰宣布憲兵查廠，所中聯油脂全部逮捕，這真的馬後炮嘛？他那個所謂的提早到底是多早？這個建議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到底哪一根腦神經接錯了？事件爆發的第5個星期才來跳出
出來，突然說院長啊，你第一個星期就該下台了。你現在講這句話，你自以為是大聰明，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民進黨的人現在聽到你這句話，他們的对你的感想是什麼？他完全不了解備股這個事情到底对民進黨的支持者跟邏輯來講有多重要。但是黃暐瀚的思維是，我是大軍師，決定選舉勝敗的是中間選民，所以現在我給民進黨的策略就是要顧好中間選，讓中間選民會去同情你民進黨，讓中間選民認為都是藍白在鬧事，你講這個反而會去更加得罪中間選民。暐瀚哥在7月27號遊行展現了人數之後，他寫了這一篇。我看了暐瀚哥的臉書，他7月10號開始没什麼在談這件事啊。你真的覺得卓榮泰要在7月14號那一場不要那麼兇，要道歉，到7月27號都沒有談呢？可能有，只是臉書上沒寫，那我一時追蹤不到。那你7月14號之前應該要發一篇臉書來呼籲嘛？就是他也常常發臉書來呼籲，他覺得藍白應該怎麼做，或像他在直播當中所說的，他呼籲綠的要道歉，藍的要多罵廠商。從現有證據推斷，因為大遊行是大成功嘛，偏綠營的人才會覺得，哎呀，你看那早就應該要道歉嘛，道歉就能止血，就不會有這麼多人。那如果沒有人呢？如果人來的很少呢？人來的很少，是不是就是你看我們不道歉是對的啊？幹嘛要道歉？就不是我們的錯啊！啊，個藍白在亂啊，完全事後諸葛，這種事後才來說，哎呀，你看我們當初應該要道歉啊。事後諸葛的視角，其實也不能算是很厲害的軍師。去年10月16號，台灣爆發大統長機公司拿棉籽油混充干擾油的黑心事件。當時全台風聲鶴唳，誤買誤用的廠商紛紛出來喊冤或是道歉。唯獨鼎新集團旗下的正義食品，拖到11月2日，因為被查到了，才終於承認用的是大統。整整19天，鼎新能拖就拖，能瞞就瞞。事後發現，鼎新以每公升約100元的低價向大統買入所謂的橄欖油，實際只是棉籽油，然後直接分裝掛上味全的招牌之後，用每公斤200元以上的價格賣給台灣的消費者。人們因為對味全的信任，從口袋掏錢，沒想到味全給人民的卻是直接分裝的無良商品。味全不安全，毫無良心。之後，鼎新旗下的正義油品再度爆發從越南進口的飼料油混充為食用豬油販售的黑心事件。鼎新解釋，越南公司的出口文件上都寫着適合人類使用的 fit for human use， 所以不知道來源有問題。沒過2天，食藥署跟越南官方確認，進口台灣的都是飼料油，根本不是食用豬油。味全董事長魏英聰曾說，食品是老實人做的生意。新董事長魏英聰也曾公開說過，魏家家訓為修和無人問，存心有天知，橫批良心。就在味全創業滿60年的關鍵時刻，台灣人終於明白，過去這一甲子鼎新集團做的不是良心事業，而是狼心事業。從去年的大統油到今年的飼料油，油品起家的鼎新4兄弟不會不知道這種不合理的低價油品代表什麼意思。從國外進口的食用豬油關稅20%，但進口飼料油卻免稅。鼎新旗下的正義油品特別跑去找越南買，不是為了獲利，那是為了什麼？從文件上來看，鼎新買越南飼料油至少已經2，就算之前真的不知情好了，去年栽了跟斗之後，怎麼就沒想過查越南這批東西有沒有問題？這不止不用心，可能根本沒良心。魏家家訓如今來看，毒瘤諷刺暐瀚2014年10月12日。至於近乎腦死的政府團隊，918就知道正義可能有問題，到了923，江揆還說目前可以吃，不敢積極的預防性下架。除了顧及廠商的商譽外，消費者的權益被放在哪裡？無法讓人民信任的政府已經不該存在。對一下，當年黃暐瀚罵鼎新、罵馬政府，他用的詞多重？上面這幾句有任何一個詞、任何一個句子，隨便挑一個，他敢對民進黨說嗎？你不敢嘛？對啊，不，這就完全就是護航洗地文啊！這有什麼好講的？特別做那個圖卡，你一個資深媒體人幫政府機關做圖卡洗地。好了，你有講油這件事情啊，可是你這個講法太護航了吧？他自己有提到，他知道自己被網友罵，他知道自己被罵，他就出來澄清。我廣播至少談過3次，上節目也談，沒有不談哦。你們這些網友都不知道，批評洗真可笑啊！可是問題是，你的談法是什麼？你的談法就是還是幫政府機關。你看下面那個圖卡哦，還用 AI 做示意圖，中央地方攜手，最高規格、最快速度，保障民眾吃的安全。7月初的事情啊，到現在呢，中央跟地方有攜手嗎？有最高規格嗎？有最快速度嗎？有保障民眾吃的安全
全嗎？黃暐瀚他說他第一次用 AI 做示意圖，哇，我覺得這張示意圖真的做得太棒了。棒的點就在於說，你3個星期之後回頭看，你會發現這張是完美的精準諷刺，中央地方沒有攜手，中央一直把鍋丟給地方，沒有最高規格，沒有最快速度，沒有保障安全。你資深媒體人在幹嘛？看棒球，打蔣萬安啦，邀請鄭朝方啦，沒有啦。你在幹嘛？你今天就是要去上綠媒，要去跪舔民進黨，我都覺得你最近是不是跪舔的有點偷懶？人家民進黨，人家行政院打仗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你黃暐瀚給我告假，你這樣還想得到我們綠營的重用嗎？他已經怕倆子，好不好？現在在激戰中啦，你臨陣脫逃，他現在剛好在一個藍轉綠的過渡期，因為他以前寫文章7拽8折，他就是要想辦法甩他的目的，他會繞，裝作是一個上藍營節目的名嘴，普遍還算在泛藍陣營。這是他的賣點，這是他的人設。可是他現在發現他這一塊人設保不住了，但很顯然他沒有抓到訣竅。對，因為綠營裡面就是這樣，他們認為當你成為那個破口的時候，那不可以有人在那邊手背往外彎。所以我是覺得，哎，省省吧，你怎麼會想跟氣量講道理？